东南亚马努拉国法院，恶贯满盈的犯罪分子麦昆正在庭上接受审判。此人危险系数极高，为了防止庭审过程中发生意外，国际刑警在法院内做了布控，同时还委任当地特警在外围做好防范工作。在法官宣判罪名后，麦昆的律师希娜站出来一通诡辩，声称麦昆不仅无罪，还为该国犯罪率降低做出了贡献。控方律师对此十分不满。就在这时，众人头顶的水晶灯发生了爆炸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早早潜伏在听证席上的杀手们也纷纷现身，持枪朝着法官们扫射。法院外的特警队长东谷隐约听到了枪声，他吩咐二队守好出入口，自己带着一队进入法庭。此时，掌控局面的希娜和她的未婚夫雷多正亲的火热。被关在一旁的麦昆问两人有没有亲够，能不能先放自己出来。庭外驾驶撤离车等候多时的扎昆也打来电话，催促两人赶紧救出爸爸麦昆。雷多不耐烦地挂断电话，随后便狞笑着说要送麦昆一份礼物，这个礼物就是2颗高爆手雷。原来杀手早就打算除掉麦昆为受过他侵犯的希娜报仇。剧烈的爆炸殃及了走廊外的特警，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枪战。法院外的特警也遭到袭击，无法进入支援。东谷不顾危险之身闯入被匪徒占领的法庭，他身手敏捷，左闪右避，杀手们很快就被尽数击毙，只剩希娜和雷多劫持一名特警准备跑路。东谷扔掉枪，表示愿意用自己交换人质，手里却偷偷藏了一颗闪光弹。雷多上前检查，发现了异常，两人争执间引爆了炸弹。瞄准东谷的希娜也因这突如其来的爆炸误杀了雷多，东谷则被炸弹刺伤了眼睛。警方的支援随即赶到，他们制服了企图自杀的希娜，并将东谷送往医院救治。东谷的情况并不乐观，经医生诊断，他的眼睛遭受不可逆的损伤，会永久失明。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，这件事的责任最终落到了东谷头上。警局迫于外界压力将他辞退，东谷的人生瞬间跌入低谷。东谷开始学习盲文，他变得暴躁易怒，最后被确诊为狂躁症。医生建议他到精神科就诊。女儿亚提将东谷接回家，细心地帮他包扎好伤口，用故作轻松的语气和东谷聊天。晚上睡梦中的东谷听到了滋滋的电流声，他顺着声音找到隔壁房间，原来是前同事阿阳正在调试监控设备。东谷生气地质问他是不是不相信自己。阿云表示他只是担心东谷和亚提的安全，如果那帮穷凶极恶的歹徒来寻仇他现在的样子，怎么保护亚提？两人扭打在一起。阿云坚持只要东谷一天不振作，自己就一直守着父女俩。这时亚提拉小提琴的声音传来，东谷终于冷静下来，也默认了阿云的做法。亚提发现了老爸异于常人的听力，父女俩开始针对性训练。东谷似乎也渐渐适应了黑暗。这天，东谷将阿云叫来看家，自己准备陪亚提到马努拉参加比赛，之后再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结业旅行。比赛前，亚提琴谱丢失，被勒令不准上场。坐在观众席上的东谷没有听到女儿的琴声。表演结束后，他焦急地来到后台，老师正带着学生们离开，丝毫不关心是否少了一个人，可以说十分不负责。这时阿云打来电话，他告诉东谷希娜就是马努拉人，尽管他现在在监狱里，但难保有人替他寻仇。东谷焦急地挂断电话，另一通电话很快打进来，亚提求救的声音从听筒传来，他显然已经遭遇了不测。东谷摸索着来到地下停车场，绑匪驾车撞开他后绝尘而去，东谷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。晚上，当地警方在某个堤坝下发现了一具女尸，查看尸体特征及身上携带的证件等，确认她就是东谷的女儿。东谷悲痛欲绝地上前摸索着女尸的手，惊觉对方手上并没有拉提琴留下的茧，他情绪激动地大声说这不是自己女儿。警察探长拉玛却认为东谷是无法接受女儿死亡的消息，强行要求他冷静。一旁的记者将这一幕拍了下来。与此同时，扎昆身边的周律师多次面见了监狱里的希娜，提出为他办理转狱的要求。希娜自然知道扎昆是为了什么，他告诉周律师想杀自己就让扎昆亲自来。周律师离开后不久，希娜就在电视上看到了东谷女儿失踪的新闻，她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将周律师叫回后表示同意转移监狱。转移路上注定不会太平，扎昆派人来劫杀他是意料之内的事，可惜几个大老爷们却被希娜反杀。他拿走随行警察阿雅的工作牌，换上他的衣服扬长而去。得到消息的扎昆大怒，派人在3天之内将希娜的尸体带回。与此同时，拉玛草草处理了案子，准备送东谷前往边境局。东谷一直表现得很配合，直到上车才有所动作。他打晕拉玛和另一个警员，威胁开车的女警带自己到安全的地方。殊不知对方就是乔装后的希娜。被绑架的亚提自然没有死，绑走他的正是从事贩卖人口活动的扎昆。东谷和希娜来到发现女尸的堤坝下，希娜并不想杀掉东谷，她要让东谷尝一尝亲手杀掉挚爱至亲的感受，同时利用他为雷多报仇。希娜告诉东谷，当地有一个犯罪组织，就是利用暗网做人口买卖的生意，他们还会用被毁容的女尸来顶替被绑走的女孩，以此让警局尽快结案。希娜谎称警局中被组织收买的人很多，自己老公也是在查这个案子时被人害死的。她提出和东谷合作，东谷别无选择。询问希娜还知道些什么，希娜表示组织里负责运输的人叫龙王，他们的据点在一间寺庙，但仅凭2人很难进去。东谷心下已经有了计划，那就是将希娜卖进去，
紧接着，东谷按照希娜提供的交易方式，成功进入了寺庙。只是行动并没有那么顺利，两人很快就被龙王抓住。龙王认出了希娜，他答应东谷，只要淹死希娜，就带他去找女儿。东谷犹豫了一下，龙王觉得没意思，便打算开枪打死他。东谷凭借敏锐的听觉躲过了子弹，却因为被绑住手无法逃脱。此时，扎坤正将女孩们一一展示给网络上的买家。弹小提琴的亚提被拍到400多万的高价，扎坤却好像对他十分感兴趣，掐掉拍卖后对亚提动手动脚。亚提拿起小提琴狠狠砸向对方的头，扎坤怒火中烧，打算明天再接着拍卖亚提。龙王被扎坤的电话叫走，东谷听声便为和他的手下们大打出手。等龙王回来时，希娜已经挣脱了束缚。两人一番较量后，龙王被制服。从龙王空中，东谷得知了一个叫金刚的人，据说只有他知道被抓来的女孩最后都卖去了哪。这时，无意中从混混那听到东谷去向的拉玛来到门外，希娜索性借东谷的手杀掉了龙王，随后带着他回到阿雅家。东谷刚进门就闻到一股腐烂的味道，希娜表示自己也好几天没回来了，是吃剩的食物没有处理。东谷和希娜离开后，拉玛在龙王房间里搜出了毒品，于是便将贩毒这口锅扔给了东谷，并对他下达了通缉令。扎坤很快得知了龙王的死讯，希娜还活着这件事让他如芒在背，便找来金刚，用他的家人作为筹码，要挟他除掉希娜。金刚带着人找到希娜和东谷，得知对方身份后，东谷决定一定要从他身上找到一些亚提的线索。于是，希娜负责解决小弟，东谷则和金刚展开了1对1较量。起初形势不容乐观，随着战斗进入白热化，东谷渐渐变得游刃有余，至少不再只有挨打的份。最后，他利用绳子和电梯成功制服了金刚。阿雅的屋子被炸得七零八碎，她的尸体也从柜子里掉了出来。于是，杀害女警一事也被算到了东谷头上。金刚带着两人来到关押女孩们的地方，亚提却并不在这里。希娜放掉了所有女孩。金刚表示，如果不在这里，就只能在扎坤那里。扎坤明晚还有半场拍卖会，但具体位置在哪，金刚拒不透露。希娜表示，她的问话方式还不够残忍。她握住东谷的手，将刀子刺向金刚。东谷将刀子架在希娜脖子上，质问她到底是谁，又为什么要杀龙王？那个所谓的家，想必也根本不是他家。东谷闻到的那股味道，也不是因为食物腐烂，是臭味。被戳穿的希娜索性不再隐瞒身份。这时，阿云也来到了马努拉，正在和拉玛交涉东谷的问题。一个女孩前来报案，阿云从她口中得知了东谷几人的位置，并顺利找到了她。希娜见状便杀掉了金刚，她将刀塞给东谷，表示现在只有自己知道扎坤在哪，想救女儿的话就杀了阿云。东谷别无他法，他迅速靠近阿云，将刀浅浅刺向她腋下。希娜并未上前确认，带着东谷离开了地下室。两人找希娜的熟人哈林买了批军火，对方表示可以打折，希娜却没打算给钱，直接将人送上了西天。希娜和东谷砸拍卖会前杀进了扎坤的古堡，听到动静的扎坤挟持着亚提离开，留下一批人为自己断后。希娜和东谷凭借优秀的单兵作战能力，在古堡大开杀戒，成功解决了扎坤的手下。然而最先找到亚提的是希娜，她开枪射杀了扎坤，抓走亚提，将他吊在房顶，掌握亚提生死的锁链就攥在希娜手中。她想让东谷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，可惜最后败在话多。但事情却还没结束，亚提身上还绑着炸弹，炸弹连着希娜的脉搏，只要希娜一死，亚提也会被炸死。东谷绝望又痛苦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阿云赶到，他根据金刚手机里的定位找到了这里，他帮东谷找来拆弹工具。东谷示意阿云走远些，他紧张的手指颤抖，豆大的汗珠一滴一滴掉下。亚提安慰东谷自己不害怕，好在上天眷顾，东谷成功拆掉了炸弹。东谷被关进了监狱，亚提和阿云常常去看望他，并努力申请了案件重审，相信父女俩很快就能团聚。